大家好 ，Rayma，壓軸登場啦！今次我哋上手 Honor Magic V5、Magic V5，應該如冇意外係今年我哋最後一部見到大尺寸摺疊手機嘅。今次係正式喺香港推出。今次我哋係會盡可能係比較仔細咁睇翻喺 Honor 今次新加上嘅一啲 AI 功能。另外係喺呢一個嘅摺疊嘅比例啦，同埋係特別嗰個操作上面，佢嘅界面有冇加咗啲乜嘢新嘅操作嘅？而首先係外觀設計，我哋都用比較緊湊嘅篇幅去總結一次嘅。咁佢嘅機身厚度就係8.8mm 啦，咁而佢嘅機身重量係去到217g， 機身單邊打開嘅時間係去到4.1mm 嘅，咁都的確係做到同而家一個直立手機一樣嘅輕同埋薄嘅。咁實際上今年嘅輕同埋薄嘅競爭都係激烈嘅。咁呢度有今年嘅大尺寸摺機，有 Vivo X Fold 5、OPPO Find X5、Honor Magic V5、Samsung 嘅 Fold 7。咁嚴格嚟講 ，Honor 嘅 Magic V5 8.8mm 咧會係4部喺數字上面係最薄嘅，都係8.8同埋8.9mm 之間嘅差距，都係一個細嘅接近嘅數字。但係反而今次嘅重點係佢喺呢個輕薄嘅機身，佢可以容納到一個5820mAh嘅大電啦，同埋佢嘅相機系統都會係比較健全同埋冇犧牲嘅。咁就係一個3鏡頭嘅配置，包括有一個6400萬像素嘅3倍全望式嘅遠照鏡頭。咁呢個我哋一陣間就再仔細認真睇啦。咁呢4部機更加仔細嘅比對，包括喺電池續航力同埋係相機嘅實拍咧，唔好錯過我哋稍後嘅深入嘅對比啦。而顏色方面，分別就有呢隻敦煌沙土感覺嘅一隻啡色仿皮紋路嘅機背，佢有應用金色嘅機身邊框，黑色就會係比較低調嘅。佢成個機背都係磨砂嘅表面，而係金屬邊框，亦都係一個純粹嘅磨砂。白色嘅版本都係類似嘅低調同埋簡約嘅，都係一個純白色磨砂機背，再加上一個純銀色嘅一個磨砂金屬邊框。反而喺金色嘅版本，其實喺黑色、白色同埋金色都係應用一隻航天級別嘅纖維物料嘅機背。咁佢係比起玻璃會輕同埋再更加耐用嘅。而但係喺金色嘅呢度，我哋睇到佢保留咗一啲紋路喺表面，而佢喺機背有一個金色嘅漸變效果，咁相對會比較精緻嘅。咁而金色嘅金屬邊框亦都喺轉軸呢個位多咗一啲雕刻感覺嘅效果。而喺機身尺寸上面，今次 Honor Magic V5 就維持咗喺6.43寸嘅外螢幕，而佢係一個20:9嘅螢幕啦。咁但係最大嘅重點都喺內螢幕。今次 Magic V5 佢係7.95寸，而實際上佢嘅外螢幕同埋內螢幕都係可以做到120Hz 嘅高刷新率，同埋係5000 nits 嘅峰值亮度嘅，4320Hz 嘅 PWM 調光 ，HDR 嘅支援亦都係有嘅。咁我哋喺 YouTube 呢一度嘅播放係最高可以做到有 4K HDR 嘅播放。反而呢度我哋仔細睇嘅話，佢嘅外螢幕係做咗一個外邊呢個位弧度，比起內邊或者係轉軸呢一邊係弧度大嘅。佢唔係一個完全對稱嘅螢幕啦，但係佢好處就會係攞到盡嘅。咁佢就螢幕轉軸邊框呢邊嗰個螢幕邊框，睇起嚟都會比較窄，就做盡咗嘅。好啦，內螢幕最高光亮度都係做到5000 nits 啦，而佢亦都係有4320Hz PWM 調光。實際睇一條16:9嘅片嘅時候，嗰個比例咧，咁而家可以參考下嘅我哋。嗱，呢個時候我哋循例亦都去 Netflix 嗰度睇一下佢嘅螢幕規格。OK， 咁佢一樣擁有 L1 嘅認證，同埋最高可以播放到 HDR10，以及有 Dolby Vision 嘅，咁佢兩個格式都有支援。而講到睇片 ，Honor 嘅 Flex Mode， 咁佢喺 YouTube 嘅播放，我哋半摺嘅時間，咁而家係大過90度咧，佢會將個片放咗喺上半個位；細過90度嘅時間，同埋喺橫向平放嗰個平面，佢會自動偵測嘅，咁佢就會轉咗個畫面嘅外螢幕呢一度。打直翻個電話，佢自動已經係將個畫面轉咗去內螢幕。咁再打開大過90度啦，咁佢已經係估計到我哋其實係用緊個內螢幕去睇片。咁呢個位係幾自動化嘅，而反而 impress 到嘅係呢一個會自動偵測我哋有冇望住個畫面啊，望住嘅時間佢會繼續開住個 mon。OK， 佢而家偵測到我嘅，咁亦都係可以咧。嗱，而家試下唔望住佢，自動會去咗 lock screen 嘅。同一樣嘅技術，我哋係可以應用喺成個手機嘅操作。望住螢幕嘅時間咧，佢係永久咁保持住螢幕着 mon 嘅，同埋去 keep 住我哋嘅水平儀係永久咁跟住我哋嘅面部直向或者橫向嘅方向，係跟住我哋成個頭部個方向去跟住移動個螢幕嘅。而喺個大尺寸摺機，佢嘅轉軸都應該會係我自己或者係你去揀摺機嘅時間一個比較着重嘅位置。咁我自己亦都係有感覺到佢嘅轉軸係做咗一個 redesign 嘅，佢唔係純粹有加強嘅。咁因為上一代有印象嘅話，佢打到最開之後再翻轉頭先至有一個足夠嘅承托嘅。咁但係反而今一代我哋
係啦，佢係直接 fix 咗喺度，有翻一個承托嘅，咁同埋最大嘅角度可以試下。咁基本上咁樣去睇片，要衡量埋啦，相機有佢本身嘅重量，會揾翻個重心啊。咁所以大概呢一個 angle 都係一個實用嘅角度。咁但係再去盡啲咧，其實佢係有足夠嘅承托。咁而最細嘅角度 around 呢一度啦，佢開始落翻去。反而係喺接機，我哋亦都係可以用呢一個接嗰個特性，可以做到唔使腳架嘅一個形式嘅自拍，或者係 group photo time lapse 嘅拍片啦。同埋係 Honor 嘅 motion sensing capture， 一個自動偵測咗畫面，然之後自動去開 shutter 影相嗰個功能。咁放咗喺呢個接機上面，咁嗰個操作上面就似乎再更加 make sense。而家呢個咧就係用翻 Magic V5 內建喺內螢幕呢一個自拍鏡頭去做嘅一個 selfie video 啦，去做呢個 video conference 嘅時間。如果你會用翻個內建收音咪，一個收音效果就係而家咁樣嘅。至於摺疊方面，佢係通過咗50萬次嘅摺疊認證啦，咁係100次每一日嘅計算咧，就用到13年嘅。摺頻控制上面，我哋都係唔可以完全忽視啊。咁佢都係一個 teardrop 嘅設計。咁喺摺埋嘅時間咧，咁佢係中間留咗一個比較大嘅弧度啦，就會減少咗個螢幕摺起一齊嘅時候嗰個壓力，去減輕佢嘅摺頻。咁但係實際上我哋都挑戰佢極限啦，咪閂 mon 完全黑嘅時間，而家有個 lock screen 比較暗。咁我哋隱約會見到中間呢個位仍然有一個起伏，咁始終目前嘅技術未能夠做到完全冇摺痕啦。咁但係實際上個顯示咧，喺開咗 mon 嘅時間就唔會影響到我哋嗰個畫面內容嘅顯示。而最後指紋掃描器亦都係有嘅，我希望 focus 到啊，因為而家越嚟越薄，係比較 challenging 我哋呢一個工作變成。咁佢係有嘅，擺喺呢個電源鍵同埋指紋掃描器2合1嘅設計，咁我哋一點即縮都係可以嘅。最後係 IP58 同 IP59嘅防塵防水，都基本上我哋而家揾到喺一個大尺寸摺機上面揾到最高等級嘅防塵防水啦。咁8就係1米水深可以持續用30分鐘嘅，咁而9就係一個80度高溫嘅水柱嘅一定壓力嘅噴射之下可以繼續操作。雙喇叭配置都係有嘅，我哋現場都係聽聽。最後雙卡雙待啦，再加 eSIM， 咁係3選2嘅配置。咁而呢部機嘅最大重點喺硬件上面都係 Snapdragon 8 Elite 處理器啦，大電啦5820 mAh， 同埋佢嘅相機系統嘅。好啦，我哋即刻入主題，去翻佢嘅相機系統嘅實拍測試嘅。佢嘅相機鏡頭上面就有一個5000萬像素1/1.56吋主流旗艦級嘅 sensor 啦，有支援光學防手震。另外一個係5000萬像素嘅超廣角鏡，同時間係一個6400萬像素1/2吋大 sensor 嘅遠焦鏡頭，3倍光學變焦，有光學防手震。咁呢個遠焦鏡屬唔屬於完全冇犧牲呢？咁佢對比 Magic 7 Pro 1/1.4吋同埋2億像素嘅 sensor 遠焦鏡。咁呢度我哋可以理解係主流旗艦咯，未去到頂級攝影旗艦嘅一個遠焦鏡，但係佢係一個健全嘅旗艦級嘅遠焦鏡。反而喺實際上 Honor 嗰個相機系統過往都係比較着重喺佢嘅 AI 運算嘅幫助之下。咁今次佢繼續喺呢度係有呢個 AI Super Zoom， 去到20倍或者以上就會再加上咗 AI 嘅算法幫助咧，做到更加鋭利嘅變焦。最盡咧佢係做到100倍嘅數碼變焦。咁喺我哋嘅實際出嚟嘅效果上面，去到3倍係一個光學變焦嘅鏡頭啦。咁夜拍我哋一陣間都係有嘅。咁係去到6倍咧，仍然係一個無損嘅變焦。反而去到10倍嘅時間，其實佢個可用度亦都仍然係一個極高嘅水平，係基本上揾唔到資訊損失嘅。Around 去到20倍左右啦，會係我自己認為係一個可用度比較高，同埋數碼化損失嘅感覺比較少。而呢度係直接去到50倍嘅，對比翻1倍嘅時間，我哋再放大係遠處呢一個遙遠嘅小細節，咁去到50倍嘅細節度喺 AI 嘅幫助之下，咁喺摺機嚟講算係一個難得嘅水平。實際嘅應用極高倍數嘅變焦喺日常嘅應用咧，去影遙遠遠處小細文字都係一個實際嘅操作。咁佢嘅實際表現而家畫面睇到啦，而呢個係30倍嘅變焦。低光場景嘅拍片咧，最高可以做到10倍變焦嘅。咁演唱會嘅呢一類型，佢都係數一數二摺機上面比較好嘅表現。收音咪個效果我哋都聽聽嘅。都係冇爆咪嘅，咁佢嘅遠焦能力佢未去到 Magic 7 Pro 或者係 Ultra 或者係攝影旗艦嘅嗰種等級，但係佢喺摺機上面嚟講都係創緊一個標杆嘅。
整體佢喺光源嘅控制 HDR 嘅對比啦，同埋喺顏色嘅呈現上面都係 Honor 嘅一套鮮豔嘅顏色，高光位又壓翻嚟啦，同埋暗處亦都係光亮嘅。而喺遠焦能力上面，3倍係光學變焦，而1/2寸嘅大 sensor 有真實力嘅，6倍嘅無損變焦啦，喺低光拍攝嘅時間高質素嘅。而喺人像模式，我哋繼續會有 Harcourt Studio 嘅合作，咁呢度亦都有 Harcourt Vibrant， 係一個影人像嘅時候嘅鮮豔感覺或者通透嘅感覺，生動一啲。Harcourt Color 會係模仿翻一個復古嘅相機，比較濃郁啦，或者係復古嘅味道嘅。呢個有黑白嘅效果。而 Film Simulation 今次係新加咗同我哋上次啦喺 Honor 400 Pro 上面一樣嘅幾個菲林模擬效果嘅。咁實際上亦都係影人或者係影景都係可以嘅，咁可以模仿到一啲似翻相機嗰種嘅對比度啦。而佢嘅對焦點啦，咁我哋都一樣啦，可以喺影完張相之後，可以再揀翻後景去對焦或者係前景對焦，背景嘅模糊化程度都係可以控制翻個光圈大細。咁呢個模擬嘅光圈啦，直接挑戰佢極限啦，係一個側邊輪廓剪影嘅頭髮絲或者眼鏡邊框，都係準確嘅。咁呢個在側角度啦，佢都 detect 到有人像，咁佢嘅邊緣運算頭髮絲係去到每一條嘅準確度，而後面高光位係有光斑人像嘅 bokeh balls。2倍即係主鏡頭無損變焦嘅人像模式，咁佢嘅銳利度啦，同埋邊緣運算準確度高嘅。3倍嘅光學變焦遠焦鏡頭做出嚟嘅邊緣運算，亦都係極高嘅準確度啦，冇乜要需要擔心嘅位置。好啦，翻到嚟 Honor 嘅全套 AI 功能啦，今次喺 Magic V5 上面基本上全套擁有，而佢特別加咗幾個小細節。咁首先呢個 AI Minute 嘅功能，佢可以即時做到一個錄音，再變翻文字，可以即時同步翻譯啦，亦都係有廣東話嘅支援。咁呢個喺過往嘅 Honor 手機都有嘅，咁亦都係可以將全段嘅文本可以整合摘要出一個重點，用唔同嘅格式去做一個會議記錄啦。反而係呢度嘅 Call Translation， 咁今次佢係應用翻一樣嘅技術啦，其實咁就可以認知到我哋講嘢嘅內容，去做到一個同步嘅翻譯，而係有廣東話嘅支援啦，可以做到即時嘅電話翻譯，去變成對方嘅語言去同步發聲，再將對方嘅語言翻譯我哋嘅語言。你好，你好，你好。歐洲語言日文、韓文其實主流會應用到嘅語言都今次係完整加翻晒上去嘅。關於語言仲有嘅，咁 AI Subtitles 佢喺而家播緊一條片嘅時間，咁呢條片本身亦都冇一個內建嘅字幕，但係我哋用翻一個浮動視窗嘅形式，咁佢係可以兼容到咧即時嘅本語言，即係條片本身講緊個語言，語音變文字啦。但係呢個唔係最大嘅作用啊，因為本身就係唔識嗰個語言啊嘛。咁但係佢係可以同步做到翻譯。咁而家我哋就試緊一個將日文變成廣東話繁體中文嘅。現在ご覧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群馬県前橋市の映像です。14時20分には40.1度を記錄していました。AI Translate 呢個大致上一樣嘅原理啦。今日嘅天氣超級好啊！朗讀埋對方嘅語言。仲有係佢嘅圖片編輯功能。咁呢一張咧，我哋要試一下佢嘅圖片擴圖。咁大致上佢最盡係做到200% 嘅，同埋咧，咁佢係可以我哋任意嘅位置放喺呢個 frame 嘅某一個角落，咁然之後再去做一個 AI 嘅擴圖。而實際上 Honor 嘅 AI 佢喺佢圖片擴圖嘅能力上面，都會喺我哋測試過入邊數一數二啊，可信度係比較高嘅。好啦，呢個我哋試下喺一個複雜背景嘅位置，再將佢做一個人像嘅移除，咁都係直接圈出咗我哋唔需要嘅主體。然之後佢就會自動 AI detect 嘅，然之後自動將呢個人像移除啦，再用 AI 填滿翻嗰個圖片嘅背景，咁呢個基本㗎啦。而我哋實際出咗嚟嘅效果，都係我哋揾到一個比較有實力嘅一套 AI 嘅運算啦。亦都係多一組嘅擴圖啦，咁可以差少少嘅 framing 可以補足翻。仲有 AI Upscaler， 呢個係將模糊化或者係解像度唔夠高嘅相片，將佢銳利度或者係細節稍微嘅一個提升，唔係一個極大嘅差距，但係有佢嘅作用。反而係將一啲舊相可以再去升頻比較清之後，再做一個 AI expansion 擴圖，同時間再用將圖片變片嘅功能。咁呢一套 AI 將人物移除，再將圖片擴圖同埋將模糊嘅相片提升佢銳利度，再去做一個圖片變片嘅功能，全部係可以 mix and match 嘅，可以再自己去融合咁去使用。好啦，而呢個係 Honor 特別針對今次大螢幕嘅操作界面嘅，呢個係手勢操作嘅，而我哋喺系統設定 System Navigation 裏面可以揀呢一個手勢操作或者係虛擬導向鍵列。
重點反而會係空白嘅位置，熒幕嘅底邊向上拉呢個 Global Task Bar 一樣啦。咁我哋係可以長撳任何嘅即用程式，然之後擺去熒幕嘅下半或者係上半，佢就會開咗一個橫向嘅多重視窗，而擺去左或者右就係一個直向嘅多重視窗。重點會係今次佢係可以做到3隻應用程式同步嘅。咁我哋再將第3隻拉出嚟，再擺去最側邊，佢係可以做到3隻 app。好，咁佢實際上面嗱，我哋而家操作緊左邊呢兩個，佢就會將呢兩個應用程式做咗一個主導比較大嘅畫面嘅。咁但係將呢個縮到最細喺邊個位撳開，我哋都係可以 access 翻呢一個 app， 用翻呢兩邊個應用程式做主導。咁而我哋咧係可以調校佢嘅視窗嘅大細，就可以做到一個中間主導嘅畫面，然之後兩邊係縮細咗佢。但係任何時間我哋係可以攞翻出嚟用。咁呢個操作我自己嘅體驗最實際，反而有機會係喺中間呢個主導畫面，我哋 copy 一個地址。呢邊我哋睇下想記邊一樣嘢，然之後喺左邊呢度開翻記嗰個地址 copy， 咁就3隻 app 一齊可以應用。好啦，而我哋亦都係可以喺呢個 Global Task Bar 開翻所有應用程式嘅目錄。然之後再揀另外一隻 app， 咁就係頭先嘅多重視窗操作。兩隻 app 嘅時間最大嘅螢幕比例咧，就可以做到呢一邊嘅主導畫面，另外一隻縮到最細，或者將呢一隻變成主導畫面，然之後用呢一個兩邊都係咁樣嘅主導畫面嘅切換。好，呢個係橫向多重視窗嘅時間嘅比例。可以喺呢度再做全螢幕。呢度我哋播另外一條我自己咧嘅18:9嘅 YouTube 片，咁佢嘅邊框位留白嘅位就會比較少啦。咁你亦都係可以放大，咁就同一時間睇片，再做另外一樣嘢啦。最多可以開到幾多隻 app？ 好啦，咁呢度我哋係2隻嘅多重視窗，再加2個嘅浮動視窗，而其他嘅背景 apps 咧係縮到最細喺呢一度。咁撳翻開嘅時間就可以用呢一個清單嘅形式。咁再撳開 ，OK， 最多同步到2隻嘅浮動視窗加2個嘅多重視窗，但係同步喺背景呢度，其實可以自由咁選擇翻邊一隻 app。遊戲我哋亦都係有試過嘅，直接挑戰極限啦 ，Genshin Impact。同一時間喺螢幕嘅邊呢度拉入嚟，再長撳，亦都係另外一個我哋開多重視窗嘅方法。咁呢度可以揀翻所有嘅應用程式。咁呢個係一邊係 Genshin Impact， 另外一個 League of Legends。咁我自己嘅作用咧，會係等佢更新或者係 download 緊一啲 DLC 嘅時候，咁上面玩另外一隻 game， 呢個都實際操作嘅。好啦，而我哋可以做到一個冇通知列同埋冇導向鍵列呢一個嘅完整全螢幕，善用翻佢7.95寸內螢幕呢一個大尺寸比例嘅。我哋就去翻系統導航裡面，再將導向鍵列隱藏咧，其實就可以做到一個全螢幕嘅顯示效果。唯一我哋係要注意，完全螢幕隱藏導向鍵列操作，手勢操作係冇影響嘅。但係喺 Google 嘅 Circle to Search 就冇喺呢個操作上面去做到。但係我哋都可以用翻 Honor 自家個 Magic Portal， 用手指關節骨可以圈咗我哋而家想揾嘅內容，直接儲存一張圖 send 去 IG、WhatsApp 或者做一個 online image search 都係可以嘅。而今次我哋係可以用 Magic Text 嘅功能，就直接影緊一個文件，佢認到有文字，就直接 extract 咗呢個文檔嘅內容。亦都係有試過將呢個文檔再 send 去其他嘅手機，包括 Apple 嘅裝置喺 iPhone 上面都可以嘅，裝翻呢隻 Honor Connect 嘅應用程式，佢就可以 send 到文本啦，或者係其他嘅圖片、影片都係可以嘅。咁我哋再去翻 Honor 自家嘅 Note App， 講到 AI 啊，咁喺文件同埋文章嘅整合同埋生成上面都有 AI Writing 嘅功能，文章嘅即時整合摘要，咁呢一個都係基本啦，我哋唔嘥太多嘅時間重複。而關於 AI Writing， 今次亦都係直接新加咗 Compose 嘅呢一隻應用程式。咁喺呢度我哋可以直接就打出一個指令叫佢生成嘅 Generate an email inquiring details regarding the Honor Magic V5。OK， 咁係有翻完整嘅電郵格式。咁而家嘅 AI 呢個相對係基本。而最後 Gemini 亦都係國際版或者係香港嘅版本，亦都係有內建嘅。咁長撳電源掣，咁佢都係直接載入。咁係要用 VPN 嘅狀況之下，都係全套功能應用啦。亦都係聽得明廣東話，同埋有畫面嘅認知能力嘅。Ask about screen， 你認唔認得呢個地方啊？喺 Google Map 上面展示。好，我哋直接認咗依個地方，然之後再喺 Google Map 上面可以即刻撳上去，然之後再做導航嘅。仲有係 Deepfake Detection， 今次升級咗去支援到多過1個人像啦，多人嘅視像會議都可以偵測到嘅。
咁今次我哋都比較仔細睇咗佢嘅相機實拍，同埋喺佢嘅 AI 功能同埋大螢幕尺寸上面嘅功能實際嘅操作。咁嚟緊喺我哋嘅比拼同埋喺深入評測裏面係會有一個完整嘅電池續航力測試，同埋更加多嘅相機實拍同埋對比啦，亦都有一個效能嘅發揮散熱嘅。而目前嚟講，我哋亦都係可以知道佢係 Snapdragon 8 Elite 嘅處理器，8核心嘅版本啦，16GB RAM 同埋512GB storage 嘅版本係香港嘅一個版本啦。而亦都係擁有一個5820mAh 嘅大電池，66W嘅快速有線叉電同埋50W嘅快速無線叉電都係有嘅。而如果我係硬要呢部機上面揾一啲嘅小挑剔嘅話，咁佢嘅內螢幕就未有應用 Ultra Thin Glass 嘅玻璃表面。咁喺我嘅操作上面，成塊螢幕嘅嗰個平整度，特別今年 Fold 7個內螢幕用咗個加厚咗嘅 Ultra Thin Glass 嘅玻璃表面，肉眼或者係手感都有機會觸摸得到㗎。轉軸啦 ，Fold 7我自己嘅感覺佢都係再實一啲嘅，咁但係呢個都有機會係自己嘅個人喜好。咁呢一部上面佢係相對一個適中，同埋亦都可以直接打開做到任意角度懸停呢一個效果，實淨嘅一個轉軸。反而喺售價上面，香港就一個版本16GB RAM 512GB 嘅 storage， 售價係11999嘅。咁所以的確佢喺性價比上面亦都絕對會係有住佢嘅一個競爭力喺度。同時間會喺預售嘅時間有而家畫面，你哋都係睇到嘅一系列嘅一啲禮品。咁有興趣咧，自己可以再去官網嗰度慢慢再仔細研究啦。而今次嘅發佈會，我哋同場加映，仲有呢一部係值得我哋睇嘅 Honor 嘅 MagicBook Art 14，係一個14寸 OLED 螢幕、3.1K 螢幕嘅一部電腦。佢喺設計上面完全係冇一個視像嘅鏡頭去阻擋咗螢幕，可以做到97% 嘅屏佔比。咁佢做到嘅呢個設計小細節咧，就係將前置鏡頭放咗去機身呢一個位置，用一個彈簧嘅形式收喺裡面。有磁力吸附嘅作用啦，咁佢磁吸嘅時間亦都有金屬接觸點嘅，咁佢就即時連結咗佢個電腦操作，出咗嚟嘅畫質而家睇到嘅，咁佢係一個即時嘅冇延時嘅感覺。另外仲有一部13.3寸嘅 3K 螢幕嘅 Magic Pad 3，咁呢個其實都已經係去到一個電腦 laptop 嘅級數嘅螢幕尺寸啦。咁佢最大嘅重點就係8個內建嘅喇叭，而機身嘅厚度係去到 5.79mm 薄嘅，同埋595g 嘅輕嘅重量。而佢內建嘅電池有12450mAh 嘅大電池，用 Snapdragon 8 Gen 3嘅處理器。最大嘅重點都係 AI 功能，基本上用到頭先我哋大摺機上面用到嘅 AI 功能啦。而呢度再更加大嘅尺寸。而最後售價上面 ，Magic Pad 3係5499蚊，係16+512嘅版本。而 MagicBook Art 14喺香港有賣嘅版本都係直接頂配版嘅32GB RAM 加 1TB 嘅 storage，有 Intel Core Ultra 7嘅處理器，11999蚊嘅。